我和江允怀做了10年患难夫妻，一朝重生，他不装了，是要八抬大轿娶花魁娘子进门，贬妻为妾还是同为平妻，你自己选吧。他冷漠告知，我未多言，默默清点嫁妆。他不知道，我比他早重生1日。昨日夜里哄他签下的也不是什么田契铺子，而是一封和离书，只待7日后拿到录引，我便要北上孤城。这一回，我不选他，我选年少时的白月光。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江允怀重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散尽家财给花魁柳真真赎身。我这个世子妃在短短半个时辰内，变成了满京笑柄。他寻来时，我正坐在玉兰树下吃甜豆花，他将账册拍在桌上，怒气冲冲地质问：你掌管中馈3年有余，账上却连1万两都凑不出来，不该给我一个解释吗？我为他盛了一碗豆花，递过去，嗓音浅淡：世子可要尝尝？崔渊，他抬手一挥，却不慎打在我手背，立刻通红一片。我吃痛之下松开了手，瓷碗落地，4分5裂。江允怀尴尬地收回手，轻咳一声，强自镇定找步。你不用讨好我，真真是我此生挚爱，娶她是我毕生所愿。倒是你，贬妻为妾还是同为平妻，你自己选吧。我不想委屈真真。他盯着我，似乎在催我做决定。我恍若未闻，只是垂着头，视线落在散落一地的豆花上。江允怀面露不耐，不就一碗豆花吗？你何时变得如此斤斤计较？可我病重将死前，只想吃一碗甜豆花。但江允怀出去买了一整日，直到月挂枝头也没回来。秦淮河畔，丝竹绕耳。我担心他出事，拖着病躯找到那里时，已将前因后果打听了个8、9不离十。一个是落魄世子爷，一个是名动汴京的花魁青梅。时隔多年再重逢，即便抄家流放也未曾落过泪的江家嫡子，在青梅面前哭得像个孩子。我站在河边，抬头便能看见画舫上那道熟悉的身影。夜风习习，吹来柳真真满腔哀怨。当初你弃了我娶了她，可曾后悔？江允怀疼惜地将她揉入怀中，哽咽解释：我从未弃你，若非母亲遗愿，我绝对不会娶崔氏，她无趣木讷，远不及你半分。河面被风吹起波澜，倒映出我满脸破碎的泪痕。10年患难，10年操劳，饶是最重礼数的婆母也挑不出我一丝错漏。可在她眼里，我的体贴周全不过是无趣木讷罢了。我抬起头，看着他一字一句道：那便如你所愿。似乎是未曾料到我这么容易妥协。江允怀的神色有一瞬诧异，他放缓了声调：真真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她本就体弱，偏院潮湿不利休养，你将主院让出来，也算博个大度的美名。咱们夫妻多年，日后他进门，我也不会委屈了你。玉兰花瓣飘落碗中，舌尖苦涩蔓延，我轻轻点头。他软下神色，主动牵起我的手。真真性子软，你定会喜欢她的。你不是爱做女工吗？真真一手女工出神入化，日后你可以请教她。真真爱吃鱼翅，你记得吩咐小厨房备上。真真，江允怀自顾自讲了半盏茶的功夫，字字句句离不开柳真真。我嘴角挂着淡淡的笑，静静听着，手却不动声色自他掌心抽了出来。可他毫无所觉，甚至整个院子较之过去空荡了不少，他也未曾发现。待他满意离去，婢女珠儿为我抱不平，世子欺人太甚。小姐嫁进来之前，江家早就被败得不成样子，如今府库里的银子都是小姐一点点经营出来的，世子竟连问都不问你，全部拿去给那狐妹子赎身。如今又……珠儿，我打断他，慎言。我打开装匣，取出藏在最里面的嫁妆单子，提笔将郊外的一处温泉庄子划去。这庄子是我的嫁妆，常被江允怀拿来招待友人。一来二去，里面伺候的仆从大多被他换成了自己的人手。昨日夜里趁江允怀醉酒，我哄他签了遣散文书，里面还夹着一份和离书。他不知道，我比他早重生1日，只待7日后拿到录引，我便要北上孤城。这一回，我不选他，
我选年少时的白月光。巧合的是，江允怀大婚的日子也定在7日后。他命人给我传话，7日之内要将府里装点一新，特别是主院。他说珍珍喜欢明艳的色彩，让夫人把那些灰扑扑的瓷器收起来，换上珠宝器玉。我看着空落落的院子，答应得很干脆，转身便找来人手。池塘太大了，万一掉进去淹死人怎么办？填了吧。这玉兰树花开得如此茂密，挡了新夫人的日头可不好，砍了。路上铺这么多鹅卵10个到脚怎么行？铲了。长廊挂着的灯笼，府库里的滋补圣品，就连池塘里的鱼，能卖的卖，不能卖的，我全当作善事，捐到了善堂。府中的动静传到江允怀耳中，他满意地跟众人炫耀，崔氏向来柔顺，我说左他便不敢往右。有人艳羡，争先讨问预期之数。柳珍珍笑着挽住江允怀的手臂，我家夫君气度不凡，自然招女子喜欢。有人打趣，还未成婚，便如此迫不及待换上夫君，知怀兄确实预期有道。哄笑声中，柳珍珍羞红了脸，她巧笑着推了一把身侧男人。夫君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江允怀带他来到郊外，身后跟着看热闹的好友。温泉庄子门前，他温柔地执起柳珍珍的手，深情道：这处温泉庄子是我的私产，正适合你温补身子，我打算将它当作嫁妆赠予你。话落，立刻有小厮前去敲门。片刻之后，门房打开门，狐疑地打量了一圈众人，试探着开口：各位有何贵干？跟在江允怀身后的纨绔一展折扇，笑着揶揄道：知怀兄，什么情况？你家奴竟连你都认不出来。江允怀脸色并不好看，他沉声开口：往日里不曾见过，定是李管事刚才买的下人。说着，他看向门房，疾言厉色道：丢人现眼的东西，还不快喊李管家出来！莫名其妙被骂一通。门房小厮也来了气，他双手把着门，气呼呼说道：什么李管家、陈管家的，这温泉庄子是我家主子花了银子刚买来给老太太过大寿用的，再在这里胡搅蛮缠，我这边报官了。门被重重关上，众人面面相觑。过了许久，柳珍珍打破了死寂，她轻声道：这处宅子既是阿怀的私产，谁这么大胆，竟然敢背着你偷偷给卖了？听闻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城郊的家庙里陪婆母吃素斋。她年轻时丧夫，独自一人把江允怀拉扯大。等我嫁入江家后，便把府中钟馗尽数交给我，而自己搬去了城外独居，从不过问我和江允怀之间的夫妻琐事，给足了我体面和体谅。若非江允怀这次闹得动静太大，婆母难得会喊我来。她放下筷箸，漱口后方才叹了口气：阿渊，是我教子无方，让你受委屈了。没想到她会这么说。我漱口的动作愣了一瞬。母亲，我不委屈。傻孩子，还说不委屈，我都知道了。阿怀容易意气用事，原本在叶家出事的时候，我为了避风头，拼死不让他去救，却不想这成了他的心结。他俩虽说是青梅竹马，却并无男女之情。这次重逢，阿怀定然是觉得对不起珍珍，有了想要弥补的心思。你放心，我定然会为你做主，不叫你被他欺负了去。我很想告诉他，不是这样的。两人青梅竹马，早已互许终身。左右我并不打算把和离之事和盘托出，便选择囫囵应下。但我没想到，江允怀被婆母请了去，两人不知道说了什么。他回府时，我正在沐浴，他呵斥退婢女，径直闯了进来，一言不发就开始脱衣服。我被吓了一跳，整个人埋在水中，只剩鼻子以上露在外面，防备地瞪着他。江允怀全当没看见，他脸色阴翳地走过来，抬腿就要迈入浴桶。我忍不住呵斥：你做什么？他眉心一拧，冷冷道：我做什么难道你不知道？我也动了怒，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崔渊。江允怀咬牙切齿地唤我的名字，我竟没看出你早前那么善于心计。表面答应我肯接纳珍珍，转身就告到母亲那里，让她为你撑腰就算了。
你明知我最爱去城郊的温泉庄子，结果不声不响地把它变卖，叫我在有人面前丢尽脸面。温泉庄子发生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让婆母撑腰的事，我断然不会认下的。见我面露犹豫，他顿时来了劲，一个跳跃，整个人就落入了浴桶中。我被溅起的水花兜头淋下，尚未反应过来，他就狠狠压了过来，带着惩罚的吻紧随而至。这辈子加上上辈子，他极少有如此失控的模样，大多时候都是温柔有度，浅尝辄止，很少贪恋床子之事。若是以前，我会觉得这是两厢情愿，可如今只觉得无比恶心。鲜血滑落，江允怀发出痛呼，他捂着流血的嘴角退开。崔渊，你疯了不成？我是疯了。看着他厌恶的眉眼，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上一世他在秦淮河畔抱着叶真真时失而复得的喜悦，几乎和眼前的人重叠在一起，只不过一半是欢喜，一半是憎恶。我只恨自己没有在得知要嫁给你之前就疯掉，这样我就不用被你们江家骗了足足3年。话音落定，满是寂静，他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嫁入江家虽非我所愿，但我从未怨恨过任何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幼时便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我是大家族培养出的嫡女，又从良师，谨遵礼教，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门闺秀，原也是有一门大好姻缘的。只不过我要嫁的那人命不好，上了战场，死在战场，尸骨无存。江家门庭落寞，即便我要另选家婿，也断然是轮不到他江允怀的。可后来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京城隐约有传闻说我是不祥之身，八字克夫，鸿胪寺卿家的小儿子，只不过即将与我一亲，便一病不起。就在我被流言蜚语逼到穷途末路，即将被父亲送往尼姑庵之时，是江家不顾人言可畏，上门求娶。我感恩于心，对他和江家全身心托付，尽心尽力。但这一切都在我看到他遗落在家里的荷包时戛然而止。许是觉得我命不久矣。他出门买豆花，忘记带荷包，我拿着荷包追出去，却意外撞见了他和叶真真重逢的场景。回途中，挑着担的小贩打我身旁经过，随口招呼：娘子可要尝尝我家的豆花，鲜嫩可口，吃一次保你还想吃第2次。我心念一动，打开荷包，不成想却看见了里面的一卷密信，什么八字克夫，一病不起，原来竟都是江家为了娶我而使出的烟杂手段。更令我难以接受的，这一切江允怀也一清二楚。那晚，我回到破败的院子里，孤身坐在月下，吃完了整碗甜豆花，一点都不甜，很苦。我想，大概是眼泪太苦了，亦或者是用来自戕的毒药放多了吧。江允怀落荒而逃，我在浴桶里呆坐了一会儿。珠儿提着热水进来，脸色担忧：小姐，你没事吧？自从确定要离开，他便把称呼换了回来。收回思绪，我抹去眼角的水珠，站起身。无碍。消息传出去了吗？都按照您的吩咐传出去了。得到满意的答复，我这才松了口气。珠儿不解：小姐，您怎么知道世子今天会回来，还会强迫您同房啊？他在外丢了面子，又被自己的母亲敲打，两人自然以为给我一个孩子，便能安抚我。世家大族后宅内的手段罢了。我自小浸淫，自然分得清楚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就比如今日侯夫人说那句：你放心，我定然为你做主。为我做主是假的，替江允怀的名声而敲打我才是真的。听完我的话，珠儿撇了撇嘴，这江家当真是可恶，把人糟践成什么样了，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我失笑，伸出食指点在他鼻尖：快给我擦香膏吧，泡太久了，还挺冷的。哎呀，瞧我竟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珠儿忙拿起桌案上的瓷瓶，刚打开，一股馥郁花香便扑鼻而来。他帮我做了个全身按摩，见我趴在床上沉沉睡去，低低叹了口气，扯过被子帮我盖好光洁的裸背，这才吹了灯，推门而出。
半炷香后，一道黑影从房梁跃下，快步走近几步，而后略带跛茧的大掌轻柔地落在我的背上。我刚要睁开眼，就察觉到头脑愈加昏沉了几分。对方悠悠叹了口气，伸出手为我小心地盖住裸露在外面的手臂，而后一触即离，飞快从窗户跳了出去，眨眼间便没了踪影，只余下一世冷冽梅香。走出府门，江允怀就后悔了，他忘了自己是回来质问温泉庄子之事的。他筹划得很好，庄子被变卖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所以他要做的就是从崔渊手里掏出点好处。好处没讨到，还被咬破了嘴皮。他下意识摸了摸嘴巴，温热芬芳的气息似乎还留在上面，带着女子特有的气味，让他脑海中突然跳出在浴桶里时触碰到的娇软。江允怀有一丝恍然，自重生后，两人再没有同房过。即便是重生之前，由于疲于奔命，以及崔渊的身体大不如从前，自己也没了碰他的心思。眼下想来，她的滋味和叶真真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大家闺秀培养出来的贵女，一个是浸淫声色场多年的头牌花魁。她唇角勾起，尽享其人之福也不过如此罢。思绪到此，马车已然转进了柳街胡同，叶真真被赎身后就被他安置在这里。江允怀推门而入，看见窗上被烛火映照出的妖娆身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一腔冲动，大步跑进去，径直把叶真真扑倒在身下，猴急地去撕扯她的裙摆。叶真真早就听到了他的脚步声，却假装被吓到，惊慌失措地推拒挣扎，但她娇小无力，哪里是江允怀的对手？待男人结束，燕足地埋手在她脖颈处，剧烈喘气。叶真真这才推了他一把，梨花带雨地哭诉他弄疼自己了，自然惹来江允怀一顿心疼。他不由想到，若此刻和自己行周公之礼的是崔渊，他肯定不会喊疼，反倒会边流泪边死死咬住下唇，闭上眼无声承受。想到这里，他神色一厉，猛然扯过叶真真的手臂，吹灭灯。浓郁的夜色终是湮灭在女子的哭泣声中。在侯夫人的强势反对之下，江允怀退而求其次，决定纳叶真真为妾，但要行迎娶正妻之礼。为了这事，侯夫人没少宽慰我，我一一应下，做足了低眉顺眼的姿态，惹得她连连夸赞我大度，有嫡妻风范。我只是笑，却并不反驳。从家庙回城，我没有回府，而是先去了一趟珍宝阁。这处旺铺是我的嫁妆，也是我最后要处理的一项产业。但我没想到，刚进店门就遇到了叶真真。她没见过我，但我识得她。上辈子她因色艺双绝而成名多年，眉眼间皆尽足风尘味。可眼下的叶真真尚且年轻娇媚，风尘中亦有天真期许。大概是我盯着她瞧的时间太久，她挑眉看过来，恰巧珍宝阁的掌柜迎上来，世子妃，您来了。我刚要点头，叶真真诧异开口，你便是崔渊？叶姑娘，你识得我？算是吧。我不欲多说，买主还在后院等着。迈步的瞬间，她身形一闪，挡在我面前，羞愧道，崔姑娘，对不住了。这下换我诧异了。她自顾自地说道，世人只知道我沦落风尘，却忘了我也曾是被父母捧在掌心的明珠，一朝落魄，生不如死，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求助于阿怀哥哥，若他也不要我，我便真的活不下去了。崔姐姐，你能不要怪我和你抢夫君吗？说着便落下泪来。我自然明白这世道女子活着不易，也从未打算与她计较。话到此处，我叹了口气，你与江允怀既两相欣许，我自然成全，你不必忧心。当真？叶真真猛然抬头，眼底布满喜悦。可这世间哪有女子愿意与人分享夫君的呢？崔姐姐定然是要我安心才这么说的吧？听着她黯然的语气，我忍不住蹙眉，强忍不耐道，与你他是救世主，于我而言犹如路边乱草，无关紧要。话音未落，
叶真真忽然面色惶恐地看向我身后。崔渊，我对你来说毫不重要吗？一字一句的森寒质问，从身后传来，背脊窜上一股凉意。我回头，正好撞进江允怀布满戾气的眼底，心头咯噔一声，尚未开口，叶真真忽然犹如一只蝴蝶，翩然飞扑到了他怀中，哀切哭诉：阿怀哥哥，崔姐姐只是太在乎你了，所以才口不择言，你莫要怪她。说着还朝我暗戳戳几眼。我深吸一口气，差点笑出声。叶真真，我不去寻你晦气，你竟还赶上赶着设计我。崔姐姐，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她躲在江允怀身后，做足了柔弱姿态。我说过，你有气就冲我来，何必为难真真，她已经很可怜了。你就这么容不下她吗？出嫁前，崔氏嫡母没有教过你什么是夫为天罡吗？听到她开始贬低母亲，我的耐心彻底耗尽。夫为天罡是你的道理，我的道理便是不与贱人浪费口舌。崔渊，你的教养呢？他似乎真的被气到了，开始面目狰狞的咆哮。被狗吃了。撂下这句话，我转身去往后院，身后隐约传来怒声：真真，看上什么首饰了，尽管拿。真的吗？自然。这铺子既然是崔渊的陪嫁，他今日出言不逊顶撞我，又羞辱你，本就该道歉，用这些珠宝首饰来道歉最合适不过。后面他们在说什么，我懒得再听下去，只是叮嘱珠儿去招呼掌柜，让他拿，全部记账到江家账上即可。江允怀恐怕打死都想不到，接手首饰铺子的是礼部尚书家的大夫人，素有悍妇之称，届时怕是有他好果子吃。回到府里，我让珠儿召集所有下人到主院，把他们的卖身契尽数归还。陪嫁来的想回去崔府，可自行回去；不想回去的，拿了银钱可另立门户。至于江家原有的下人，本就不多，见有钱拿，走的走，散的散。不过半个时辰，整个江府彻底安静下来。珠儿为我披上斗篷，小姐，夜里风凉，仔细着凉。我握住她的手，常常输出口浊气。万事俱备，只待大婚。大婚头一日，我命人给江允怀送去和离书。送信的小厮回禀，世子接了信，并未拆看，只是随手丢在了一旁。见我不作声，他把头垂得更低，小心道：听闻是顾大人回京，正巧在明月楼宴饮，世子与其巧遇，兴致上头，便多饮了几杯，所以这才没得空看信。顾大人，我根本不在意他是否看到书信。若没猜错，这顾大人便是与我差点定亲的鸿胪寺卿的小儿子顾君莫。据说那次他病得极重，被家人送出京医治，待我成婚不久，便病痛全消，径直上了战场。我成婚3载有余，他也有3载未曾归家。抛开乱糟糟的思绪，打赏完小厮，我开始收拾最后的行囊。为了不引起注意，江府外挂起了红灯笼，还有我花了200两雇来的20个哭丧人，只需要他们在四周假装江家家仆即可。不得不说，江允怀大概以为自己很会拿捏我，竟没有发现一丝不对劲。等把最后一点东西收进箱笼，看着空荡荡的房间，我真心实意地笑了。次日一早，我拿了文书，径直朝着城门口而去。天色蒙蒙，城门未开，马车外传来盘问声。珠儿抓了一把瓜果塞进对方怀里，笑盈盈地解释：我家小姐和离了，大喜之日，行个方便。吱呀声过，多稀罕啊！伴随着对方的嘀咕，马车驶出城门，朝着北边而去。行到半路，身后传来马蹄声，且越来越近。珠儿撩开车帘朝后望，小姐是位俊俏男子。我忙去捂他的嘴，可惜还是晚了一步。男子打马而过，即将擦身而过的瞬间，他突然转过头，朝我投来深深一瞥，心头咯噔一下。这张脸我好像在哪里见过。江允怀是从宿醉中醒来的，一睁眼就看到床边围了一圈人，
叶真真穿着大红嫁衣，眼眶蓄满了泪，正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小厮带着哭腔提醒：世子，您再不起床，就要错过吉时了。原本纳妾的话，一顶轿子抬进府，哪怕新郎官不在，倒也没什么。偏偏江允怀为了给叶真真体面，不仅要以正妻之礼迎她入府，还广撒请帖，请了许多亲友同窗前来观礼。等他强忍头疼，骑马来到江府门前，却看到府门外站满了前来观礼的宾客。众人见他姗姗来迟，面露愤慨。其中一位同窗是个急性子，忍不住责难：江兄，今日你纳妾，我等本不想来的，实在是看在与你交好的面子上，才肯亲至。可你就是这么招待宾客的吗？眼看吉时将至，我等在你江家府门外生生等了1个多时辰，都不见有人迎我们进去，这是何道理？一人发难，其余人等也纷纷开口，一时间场面乱糟糟的。江允怀本就头疼难忍，当即脸色如丧考妣。他怒气冲冲地翻身下马，几步便冲到府门前，抬腿就踹。连踹3下后，大门终于开了。只是里面的场景震惊所有人的眼。只见原本应该花团锦簇、红绸满院的主院里，空空荡荡就算了，甚至连地上的青石板都被一一铲掉，只留下泥泞斑驳的泥地。江允怀脚下踉跄，朝里奔去，身后众人跟随。越往里去，越是触目惊心。精心栽培的柳树拔了，荷塘被填了，假山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深坑。连廊、亭阁、小桥都像被什么东西给炸了，一塌糊涂，东倒西歪。他和崔渊住的院子更是惨不忍睹。而更令他心惊的是，偌大江府不止崔渊不见了，就连仆从都没了，几乎是不给他缓冲的时间。哭丧人排着队，穿着校服，整齐划一地从偏院走出来，扑通一声跪在江允怀眼前，啊呜一嗓子，声情并茂地开始哭。大部分都哭得撕心裂肺，这是哭孩子的哭法。议论声穿插着哭声传到江允怀耳中，简直丢死人了，匪夷所思，闻所未闻。我们还是快走吧，万一传出去，被人知道咱们来给他纳妾道喜，岂不是陪他一起丢人？你这么一说，刚刚把咱们晾在外面，不会是他故意的吧？这下原本不知道咱们来了的也知道了。众人你一句我一句，每一句都像刀子插入江允怀心头。他刚吐出一句崔渊，结果两眼一闭，整个人软绵绵地瘫倒在地。江家没有主事的人，他倒下了，场面顿时乱作一团。哭丧人趁乱，做鸟兽状四散而逃。其中一位年纪较长的男子走到一墙之隔，朝着远处吹了一声3高1低的口哨。片刻后，一只信鸽飞入云层，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了。不出半日，江家发生的事成了全京城人的饭后谈资。对于江家的事，我全然不知。驿站内看着跟了一路的男子，我忍不住问：咱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对方闻言愣了一下，继而有些无奈：崔姑娘，我好歹也是和你议过亲的，在下长得就这么没有记忆点吗？提起议亲，我眼前一亮，是你？顾君莫，正是在下。他突然起身，朝着我郑重行了一礼，我也回了一礼。谁知他又道：既然认识了，我也要去孤城，不如咱们同行吧？不必了。拒绝的话刚说出口，他主动解释：你们是女子，孤身上路本就危险，何况孤城地处边关，比你想象中要危机重重的多。听他这么一说，我有些汗颜。当初只顾着离开京城，却全然没有想过这一路我和珠儿该如何面对困境。仔细想了想，我点头应下。反正顾君莫本就是孤城守城军，顺路不说，武力值也很不错。至于为何我会觉得不错，自然是因为赶路的时候，他徒手打死了一头野猪，那坚硬如铁的石头，宽阔的肩背，把珠儿迷得晕头转向。见我不说话，顾君莫假装不经意地问道：崔姑娘怎会想起去孤城？去寻人。我自然地答道。他愣了一瞬，露出了然的神色。听闻你第一任未婚夫婿便是战死在孤城，
莫非崔姑娘要去祭奠亡人？算是吧。我并不欲多说。可奇怪的是，顾君莫的心情莫名低落了起来。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抵达孤城，见到守城女将军白薇。瞧见我，他先是一愣，继而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睛。阿渊，真的是你吗？是我，薇薇姐。我跳下马，几乎是哭着扑进他怀里。6年未见，他长高了，眉眼也愈加锋利，皮肤被晒得黝黑，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和我想象中英姿飒爽的女将军一模一样。听了我嫁人后的遭遇，白薇也跟着红了眼，她嗓音愤恨，一掌拍断了木桌。若非我阿弟战死沙场，岂能便宜了这姓姜的，得到了又不珍惜，简直该死。世人只知我与白家二子白城青梅竹马，自幼定下婚约，却不知道我比他大3岁，和他的姐姐白薇是闺中密友。为了和白薇日日见到，我这才应下白家的婚事，却不想造化弄人。白城战死沙场，白薇远赴孤城，成了威震一方的女将军。上辈子直到病死，我都没能再见她一面。对我来说，她便是我的白月光。气氛悲伤时，帐篷门帘的缝隙里钻出一颗脑袋，不是别人，正是顾君莫。他一扫低迷，不可置信的惊呼：崔姑娘，原来你来孤城是为了我阿姐。经过白薇解释，我才知道，原来顾家和白家两家是姻亲。顾君莫唤白薇一声表姐。军中有情报。白薇匆匆离去，顾君莫送我回住处。路过一处马厩时，一匹受了惊的马突然冲出来，电光火石之间，顾君莫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腕，一个旋身将我揽入怀中。脑海中突然跳出一些片段，粗粝的指腹，熟悉的梅花冷香。我猛然甩开他的手，嗓音也跟着冷了个彻底。那日夜里，是你吧？偷偷潜入我房中的人。几乎是话音落下的瞬间，顾君莫的脸色刷得变得惨白，他急得语不成调。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太想你了。说着说着，他竟红了眼眶。可不等我继续追问什么意思，远处传来号角声。他面色一正，急急道：有敌军攻城了，你快回营帐，不要乱跑，等我回来。说罢，他转身便走。我在营帐等了足足7日。白薇回来了，她满身血迹，面色悲伤，刚照面便只有一句话：君莫想见你。我脚步虚浮地朝外走，突然就想起3年前和他一亲的时候，听说那次他病得厉害，眼看不行了，顾母病急乱投医，寻了个云游方士，一番诊治，我成了害他的人，甚至是白城也是被我克死的。营帐掀开，我几乎是被人推着来到榻前，一眼便瞧见躺在上面的顾君莫。他脸色苍白，气息微弱，身上绑着绷带，鲜血一点点沁出来，触目惊心。听见动静，他缓缓睁开眼，朝我笑了笑，只是这笑在我眼里实在悲伤。我不忍再看，别开脸。背后传来他的叹息。回京途中，我听闻江家那小子要迎娶青楼妓女为平妻，我怕你受不住打击，便想偷偷去看看你，结果刚进去就见到江允怀闯进来，我来不及退出去，可嗨，你别说了。我打断他，虽说是误会，却不能就这么算了，等你伤愈，再来给我打伤几拳，方能解我心头之恨。至于旁的事，日后再说。顾君莫勾唇，好，一言为定。走出营帐，我问白薇，骗我好玩吗？白薇一个箭步跳上了马背，朝远处疾驰，边跑边喊：我错了，下次还敢。他的背影几乎与夕阳融为一体。我抿唇轻笑，这两姐弟在这给我玩苦肉计呢，害我提心吊胆好几天。此仇不报非女子，日子还长，走着瞧。江允怀做了个梦，梦里回到了上一世，他因牵扯到科举舞弊案，举家被流放，是崔渊的父亲周旋，才没赶他去荒芜之地，反倒去了鱼米之乡。日子虽清贫，但崔渊能干，倒也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
只是他终归是朵娇花，苦日子过不下去，竟然趁他出门买豆花的时候，决然服毒自尽了。没了崔渊，很快江允怀便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家里所有钱财凑一起都不够去见叶真真一面，最后他是被活活饿死的。死前的饥饿感还在，他后怕地睁开眼，环视一周，又闭上了眼，嘴里还呢喃着：一定是做梦，我明明重生了，家里不可能破败成这样。几乎是下一瞬，失去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回，他颤抖着睁开眼，这才发现自己还躺在晕倒的地方，未曾挪动半步。满院冷冷清清的，就连风声都异常清晰。江允怀踉跄站起身，朝外走，待走到热闹的街市，穿过长桥，来到昔日的酒肉朋友府门前，看着头顶高挂的一簇簇灯笼，随手扯过一个人打听。路人说李员外今日纳妾。李员外，好友的父亲，大腹便便，府中妻妾无数。路人临走前哦了一声，戏谑道：听说是个美人，曾经的上京第一花魁，叫什么真真的。这娘们也是个厉害角色，本来要嫁给世子的，结果半路反悔，投了这李员外的怀抱。都说戏子无情，我看这继子一样。江允怀如遭雷击，身后传来一道女人的呵斥：抓住他，敢在老娘店里挂账不还，真是活腻歪了。再见江允怀，是在朝廷送来的一批军妓里，他换上了裙装，抹了口脂，扮作女子藏在营帐里。我正好经过，瞧见他正卖力取悦一位军爷，顾君莫捂住我的眼，骂了声晦气，带我去了城内的一处梅林，红梅点映白雪，漂亮的不似人间。他抽出佩剑，在雪地里舞了一曲剑舞。白薇躲在假山后跟我耳语：为了取悦你，他都快开屏了，真的不考虑一下吗？珠儿小姐，这个可以，这个真的可以，这个腰有劲。阿渊，白薇抓住珠儿闪身不见了。身后男人含笑的声音低低传来：腰有没有劲，他说了不算，你说了才算。阿渊，他突然靠近，嗓音诱惑：你要试试吗？我咬住下嘴唇，没出息的狠狠点了点头。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